为什么我会对最近的军购里面特别挡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生产，我会觉得非常的火大。所以你台湾只要你无人机产业链没有建构好，中国就可以去建构它攻台的时间点。那它只要攻台时间点建构的时间点确定了，你台湾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产业链，你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无人机，那你只有8天的存活时间。对，你过了8天，你就是空窗的；你过了8天，你就不知道你的明天是什么了。乌俄战争以来，对，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到的绝对趋势，我们不能输在下一场战争。对，你就看到连伊朗这样的国家，它的这个国家里面，对，它都有无人机。它都就对美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放一堆水雷，造成海峡的困扰。对，那我们更应该放更多的水雷，造成更多人的困扰。过去我们对战争的想象就是你要在战争中你要取得优势，你就4个字：船坚炮利。你要有巨大的战舰，你要有强大的火力，你要绝对的压制，甚至你要有快速行动力。如果你掌用这些的优势的时候，你在战争中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但现在的战争可能不是这样子，特别你面对的是谁？你面对的是中国。中国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它现在的生产制造力它是世界第一，它现在的轮船有它的战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200倍，它现在可以用全自动化的去生产它的火箭，生产它的飞弹。也就是说，就算在第一级我挡住你了，可是如果你后面的资源、后面的弹药、后面的火药，你不能源源不绝的供应的话，你会形成一个空窗。更可怕的是，在2023年的时候 ，CSIS 他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兵推，他说美国就算准备好了，美国就算在这个地方已经部署了最先进的所谓的战机、最先进的火炮、最先进的设备，可是可怕在哪里？因为中国如果打台湾，它一定会饱和攻击。那如果饱和攻击的话，以目前大家的配比来讲，8天就打完了。美国，你有没有最好的武器？有，你有最好的防空飞弹，你有最好的反舰飞弹，你有最好的空对地飞弹。但是8天后，你可能这些飞弹你全部打光，那打光怎么办？8天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空窗期，而这个空窗期有可能让中国对台湾予取予求。如果这8天他封锁台湾，这8天他登陆台湾，这8天他控制台湾，对台湾来讲那是一个重大损失，对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本书可能帮我们提出了一个答案：无人军团。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他们也在反思，他们现在也认为说，中国是他们美国也应该是民主世界里面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破坏者。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你现在再去用船坚炮利，你再去跟他比飞弹，你再去跟他比战舰，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从俄乌战场上你可以看出来说，乌克兰还可以撑在现在，而且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它为什么呢？是因为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它已经建构了它无人机、无人舰、无人军团的生产能力，透过这些以小博大，它甚至可以讲，我1000万，我对你的1亿，我现在可以等于说，我用小飞机、用小的无人机对抗你的苏凯35，这样的一个比例之下，让整个俄罗斯开始动弹不得。所以台湾现在如果真的要等于说保卫自己，要去面对未来的所谓的国共战争、两岸战争、中国的威胁，最关键什么？我现在才慢慢理解说，哦，原来我们不是要多买2颗爱国者飞弹，我们不是要多造2颗雄3飞弹，更重要的是，我们台湾能不能建构我们的无人机、无人舰的生产能力？如果我们有非常好的完整的生产链，面对中国的侵犯，我们可以源源不绝的生产这些东西，源源不绝的在战场上对对方产生了威胁，对产生破坏，这样的中国才会不敢来越雷池一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谈谈这个无人军团，也就是说，到底在这个无人机、无人舰的这个状况下，台湾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在这样的地步下面，台湾拥有这个生产链，我真的可以面对中国的威胁吗？所以我们就请到这本书也是我们来过我们节目跟我们非常熟悉的萧尚农 Fox 来跟我们讨论。Fox 你好。宝杰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 Fox， 我看了以后，我突然觉得，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以前都觉得我要安全，对不对？我要买那个什么要买那个战机大战机 F16，我甚至要买这个爱国者飞弹，贵的。当然现在还是重要，你不能讲说我买 F16不重要，你也不能我如果可以买 F34，我也觉得很重要。如果你买那个什么，我是装甲部队的，你可以买最好的装甲，我也觉得重要。可是我突然发现无人机更重要，是因为里面你有一个数字，我觉得非常可怕。2023年 CSIS 在这个兵推的时候，双方都准备好了，结果当中国饱和攻击的时候，美国放在西太平洋，也是他准备要去跟中国抗衡的这些弹药，8天就打完了。
对，其实，在兵推里面，他们会有很多种的情况嘛。那是其中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有大量的军舰，这个战斗机飞过来了，那一直打，结果呢，这个总会有交换比嘛。交换比完之后呢，发觉美军的弹药打完了。对，那其实这就会造成刚刚宝杰哥刚刚有讲的，就是中国就可以继续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但美国束手无策。对，那这也在衍生的就是说，现在美国在伊朗在打仗，那现在其实就已经把一些库存给打完。对，那他可能那时候有在讲说，要不要从韩国调一些爱国者飞弹过去，等等的。其实就是说，这其实有一点弹药短缺的状况。那不管怎么样，这显示了美国在制造业这边制造这些又贵又产量又稀少的武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我们必须要找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那现在的做法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本书里面提到这个 Anduril 这家公司为首的公司，就在讲说，我们应该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就是我们能够让这些民用转军用，那才有办法做到大量反制才可以。而且从你的书里面，而且我们最近去看这些资料，你如果单纯做防守，而且用非常先进的武器做防守，那是非常不划算的。对，我们看爱国者飞弹一枚要数百万美金。对。然后呢，你可能，而且你不是一枚对一枚，对。如果对方打一枚飞弹，你可能要2枚到3枚爱国者飞弹，你才有办法拦截到他。那对方如果来的一个简单的无人机，你用了一个非常贵的这个所谓的飞弹，那个台湾对成本来讲你是完全不符合。那这个时间一久，你不要说你飞弹没有，你财政可能都把你拖垮。所以现在为今之计，就是在这里面就讲说，为什么帕帕罗讲说我要作为一个地狱景象，因为现在大家都发现说，我传统上的用大量的飞弹，用过去的战机非常不划算，所以我必须要用无人机。对，那无人机按照他们讲，真的是可以帮台湾做了一个防护墙吗？对，刚刚讲这个比喻，他们有一个比喻是在讲说，我们现在呢，就好像我丢一个飞盘过来，敌人丢一个飞盘过来，结果我们用一个保时捷把它撞下来，对，这是一个非常不划算的这个消耗比。对，那中东可能可以这样做，中东人有钱啊，这个油王们非常的有钱，可以买得起，他不差那一颗，不差那个钱，但是问题在于说，制造能量跟不上。对，就即便我有钱了，其实就跟之前我们在炒军购案一样，就是说为什么美军的这些装备都 delay， 它并不是只有台湾 delay， 而是全世界的盟友其实都收不到货，连美国自己都制造不出来。那这是最大的问题。对，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说，现在刚刚讲，我现在就是要用无人机。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为什么我这2天不断的谈这个题目，就是我感觉到那个急迫性。因为讲说好，你现在我觉得很妙是好，我觉得我如果是中国，我让你多买2颗爱国者飞弹，我不会叫嚣。对，我如果是中国，我让你多买2颗坦克，我也不会叫。你多买几个火炮，我也不会叫。因为在我中国来讲，刚刚讲啊，中国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军舰的生产力是美国的200倍，这是美国自己的资料哦。对，如果中国现在也可以用，等于说自动化生产，它的火箭、它的飞弹是自动化生产，它生产速度非常快。对，所以当你的这个战斧飞弹，你需要1个月的生产时间，2个月的生产时间，你的爱国者飞弹需要多少时间？没有，我可能1天就生产完了。所以我在给你比量的时候，可能或许的时候你可以一开始可以拦截到我，可是当10颗、20颗、100颗、200颗的时候，你就完全挡不了了。是挡不了以后，那我让你买有什么关系？对，我消耗你的能力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现在看到他这么大方说，我让你买爱国者飞弹，我让你买什么？我觉得那对台湾的防护来讲，安全上来讲，那不是根本的问题啊，不是根本保障啊。对，过去打造这些不管是 F-35等等的做法，都像是一个打造精品、打造保时捷的方式，所以要慢，又要纯手工，又要精致，然后甚至我们必须讲，它在软体上面甚至有一些落后，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并不是说它不好，我们还是需要这些武器，但我们需要其他的解法。那新的解法就是说，这些新的军工产业或新创。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思考都是以矽谷思维来做。那矽谷思维有什么？第一个，软体优先，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都是很知道如何打造 AI、如何打造软体的公司。第二个是便宜大量。那便宜大量，就是我希望能够降低成本，我不希望再用手工的方式来打造。最好不是特规的，它必须是一般民用的等级，就是到处都可以采购到比较便宜的版本，然后来大量的使用。那第三个是快速的试错，其实这就还是矽谷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要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失败，不断前进。对。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立委或他们在讲说，他的失败率是高的，他的错误率是高的，美国自己媒体都在批评他，这其实牵涉到很多层面，就是说，以 Palmer-Luckey 他来讲，就是说，飞弹或火箭本来就是要爆炸的。对，你如果就像 SpaceX， 如果今天 SpaceX 没有透过过去的10几次的失败，它后面不会像现在每一次每个礼拜都在发射，都在升空。那其实他们是希望说快速迭代、快速升级、快速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几个我看到最新的这一个趋势。那所以我们也要理解说，现在的军工不像过去的军工是说我们必须做到100%优良才能够出厂，要耐用耐操，就是它不见得需要这样，我们需要量大管饱。然后就是可能打了100枚，里面有可能一半没有中没关系，有另外50枚中了。是，那这个是现在新的思维的方式。当然，这种新的思维里面，大家从哪里看到？其实从俄乌战场上面。对，因为我觉得在俄乌战场上面已经完全颠覆我们过去的那种所谓的理解。因为你要想想，现在俄罗斯的火箭是非常厉害的，俄罗斯的火炮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你的数量是有限的。你也可以在慢慢感觉到说，在俄乌战场上面，俄罗斯取得的优势其实一直在减缓。乌克兰取得的优势其实一直在增高，而两边其实现在在第一线打仗的也都是无人机、无人舰队了。现在在你所了解的，在乌克兰战场上，现在乌克兰到底用无人机、无人舰队，他们到底已经对俄罗斯造成多大威胁？我看你的书里面有提到说，我用一个不到1000万的无人舰，我可以把一个数亿元的战舰就这样摧毁掉了。对他们，比如说他们是在俄罗斯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军军舰停靠在港口里面。那他们其实乌克兰就是拿着这些无人舰在夜晚里面，他就其实是就可以偷袭它，你打不到就把它撞上去，这个战损比就非常的划算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方式。那在地面战的部分，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新闻的做法是，他们透过无人机大量的，因为像是二战的这样子轰炸的方式，先把这些前线的部队的阵地先轰烂。那轰烂之后呢，他再派地面的这种小型的载具，上面可能有机枪或者是炸弹，跑进去翻进去壕沟里面，炸刚刚飞机炸不到的人，然后最后才是派人，就是乌克兰的士兵，才真的去占领它，去接受这些俄罗斯军人的投降。所以慢慢的，其实在前线这边都会有一些变化的改变。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乌克兰就反攻这个俄罗斯了，其实现在还是在拉锯，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俄罗斯人有明显的大的进展。对，现在其实是没有的。其实你就看，现在你看到美国其实慢慢在退缩了。其实美国现在的先进武器慢慢也没有在俄乌战场上，可你看到他用他自己的无人机，用他的无人舰队，然后呢，居然慢慢可以控制场面。对，可是控制场面其实有一个最关键，你刚刚讲的是 AI，因为现在用的是 AI 军团，这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跟美国合作，我们最强的部分，刚刚讲的就是拉起，它不是说我只是生产无人机，它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无人的等于说有一个 AI 的平台。对，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另外也有人他们其实在这个现场上面 ，Palantir 的这个也是这样子，就是说美国现在透过这种无人的平台，也就是说透过这个 AI 的平台，它对战场的整个掌控性、主导性都得有多可怕？对，我这是软体开始主宰这件事情的一个特色，这是传统军工他们比较缺漏的部分。那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好，第一个是在乌克兰，其实他们做了一个平台，就是说他们会去记录这些无人机或前线部队他们的作战的攻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credits， 就是点数。那这些点数可以干嘛？他们其实有一个像电商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到这个电商平台上买他们前线部队自己要的武器。那但前线这代表第一个是前线的部队能够真的因为理解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什么枪，我要什么样的小型无人机，我需要什么样的载具，他们就买了。那所以你战绩越好，你得到的武器就是你想要的。对，那这会影响到整个供应链跟整个供需的影响，就是卖越好的，也就是前线部队越喜欢的，那就要更加大采买的力道。这是第一个，这把它变成像是一个即时战略游戏或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游戏化的概念，这还是软体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 Palantir 就是这个政治水晶，它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的战争里面，其实它策划了这个整个战争。过去呢，可能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里面，可能需要2000个参谋的人才能够办到的事情，他现在在这次战争里面可能只需要用到20个，而且策划的规模、策划等级比之前可能更复杂好几倍上面。所以在 AI 上面，它在选择目标如何打击的方式上面更有弹性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软体的 OS 上面，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Anduril 或者是 Shield AI， 他们都会强调说，他们不只有硬体，他们还有软体。那以 Anduril 来看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一个叫 Lattice 的作业系统，你把它想成一个作业系统，像 Windows 一样。那这个 Windows 呢，其实它装在自己这个 Anduril 的机器上是可以的。那它也提供的 SDK 就是有点像是套件，它可以让其他的有合作的硬体厂商也可以去装，也可以使用。那变成是他们可以统一的去管理。那这回顾回来也是因为当时间呢 ，Lucky 以前是做这个 VR 头盔的。对，那 VR 头盔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说我不只是做这个头盔，我也做这个头盔的软体，同时间也把这种软体的开发者套件给所有人。所以这些开发者们呢，第三方开发者们呢，可以开发自己的 APP， 对，让这一个这个 VR 头盔也可以使用。所以他把这个思维同样的放进到这个武器思维里面。所以不管是台湾制造的无人机，或是日本制造的，或韩国制造，他们只要加入这个系统，其实都可以被融入进去。也就是说，今天因为他就过去的就是做 VR 头盔，对。然后我觉得很妙的是说，当你一个无人机看到任何东西，这个无人机看到所有东西，它所有相关我这一次出去的所有的战场上的，对，不管是无人机，不管是 F-35，不管是 F-16，它全部都可以看到。对，这是另外一个它的一个战场指挥系统，就是说我们都戴了一个头盔，然后会看到一个虚拟的沙盘，然后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打电动一样，你会看到我是在这个指挥官模式，我在天上看下来整个战场，你可以看到哪一个连队，可以看到我如果今天要攻击对方，我可以有哪些选项，选项之后我就可以派出部署。那这整个全部都已经被VR 化、3D 化、自动化、AI 化了。那这就是未来无人战这还是有人战场，但是它是被 AI 控制的一个战场。对，但至少人是在后方。对，大部分的人在后方。好，那你刚刚特别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要建构一个台湾真正的防护网，就是真正的这个台湾之盾。那这个台湾之盾，我讲 AI， 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它同时是盾，它同时也是矛。对。那你要讲说，为什么今天帕帕罗要讲说，我今天要在地域起效？因为美国已经很清楚了，我刚刚在讲。按照 CSIS， 你按照原来的地对舰空对地飞弹、反舰飞弹，你按照这个所有东西，你再怎么储存，以对你的生产量，你8天就打完了。那8天打完了以后，你在中间怎么办？它就设计到说，我空中有无人机，而且我的无人机，以前我们刚刚讲，我的爱国者飞弹是我3枚伺候你1枚，可是如果说我是发展出无人机的话，我可以3枚无人机。去伺候你1枚的，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它是这个歼20也好啦，歼35也好，或怎么样，我的成本比你还要低很多。他说，如果台湾未来我可以大量真正生产的空中数千枚、数万枚的这个无人机，我地底下水里面我也有所谓的无人舰，那我真的就可以完全让中国完全摸不着你到底在哪里。他会觉得你是铺天盖地而来，那这个时候他只要进到台海，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整个杀戮战场。对，其实我非常喜欢去看 Anduril， 其实他有推出一个有点像是官方影片。那他官方影片很有特色，是因为 Pomolaki 本身是一个动漫迷，他很阿宅，他很喜欢日本的这些动漫，所以他的有2支影片，他是用动漫的风格在展现。其中有一支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幽灵鲨他们的无人载具，就是那个海边水边的，在水面里面，然后他在水面里面就是 Ghost Shark。对 Ghost Shark， 然后就在底下就是沉浮，然后呢，等到适当时间，它可能就开始放出，不管是水雷，或者是它可以从这个水面下面去用他们的这个铜头鱼的这个鱼雷去攻击对方，所以它的手段就会变得非常多元，而且让中共他们摸不着边际，尤其是因为假设你今天部队集结了，我们知道他部队集结，就像我们这次可以看到卫星，我们一定都会知道他们已经在部队集结了，要透过码头去上部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数千台的无人载具，尤其是潜艇在海面下已经等在那里，开始布雷，对，我们准备打过去，那他们的伤亡如果很大，这个时候这个机会成本就是你会思考说，如果我今天部队伤亡很大，我还要这样子做吗？对，那这个是要让对岸他们能够在想，假设他们还有理智，因为去思考这一件事情的平衡上面的话，那这有让台湾的台海安全是更有机会的。好，那 Anduril 当然它是不断的去设计新的无人机啦，先设计这所谓的地下水那个水面下的这个潜舰。好，那你刚才讲到的 Ghost Shark， 我觉得很好奇，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下，它非常可怕，因为它体积不大，重点是它非常安静。因为它体积不大，它重点非常安静，所以呢，你很难用现在的反潜去把它给抓到。那很难抓到了以后，你说
它可以大量生产吗？那它大量生产，我真的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用最少损伤的方式去接近对方吗？而且更可怕的是，它是可以同时攻击，也可以同时布雷。对，它就是多功能的载具。那你可以，我们回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Google 这个 Ghost Shark 这一个系列。原理上呢，它实际上澳洲其实到今年才真的签约跟他买。对，澳洲今天买，而且他已经交货了。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Anduril 他其实已经先在澳洲设好工厂哦，而且已经很有自信的先生产这些产品，然后才交付给澳洲，并不是说我今天澳洲要了，我再慢慢生产，再慢慢做。这代表第一件事情是 Anduril 在这件事情很有信心，而且现在澳洲是正式买了，代表已经通过了澳洲的测验。对，那他们的海军其实跟Anduril 其实有非常紧密的配合，所以这有一个接近是他们的生产基地是放在澳洲的。假设如果这个生产基地能够寄转到台湾，在不管是在基隆或者是在高雄等等的地方，第一个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工业能量，第二个是我们很需要啊，我们把这一片不管是台湾海峡或者是东面的海峡给保护下来，对，我们的生存的空间就更好了。而且 Anduril 他一开始是做无人机的，对，那他现在的无人机有进展很快吗？因为你特别提到，它跟传统的这些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迭代非常快，对，它的进步非常快，对，生产非常快，对。那跟传统的包括我刚讲的这个洛马啦这些公司啦，或者是波音这些公司啦。它在这个生产的速度、迭代的速度、进步的速度，还有它现在对于这个敌人威胁的这种程度，有进展多快？我举个例子好了，刚好在这一个月，现在是4月的时候，美军才释出了一个影片跟照片，说最新一代的无人中程僚机，也就是这种无人机，是跟这个 F-35一起飞的这样中程僚机。现在有2个原型，第一个是给 Anduril， 另外一个是给通用原子。那 Anduril 这台正在试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在配合在使用这件事情。这是美军当中程僚机了，当中程僚机了，这是一个正在进行式，这不是说它是个落后的，而且它在标案的时候其实打赢的。刚刚你这样讲，洛马这些传统的军武公司，其实这是已经是他们是一个equal的状态了，所以这不是说我们会拿到美国不要的次等货，这是美国正在使用测验的最新型无人机。好，那我们谈到这边，当然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在未来的战争里面，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对手，你有很好的值那是不够的，你要有大量的量，因为中国就是有量。那如果说他今天他是铺天盖地的对你这样子进行攻击，你就算有再多的准备，再多的这个消耗品，你可能很短的时间里面你都会消耗殆尽。那消耗殆尽的时候，我们刚刚就特别强调，你就必须要自己要有一个生产链，你必须要有不断的这个生产能力，不但有新的武器能够到了前线。现在乌克兰的状况就是这样，乌克兰因为有自己的生产链，所以它不可以不断的生产，而且您刚刚讲到，你必须要低成本，你必须要这个快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要快速生产，要低成本，你才可以应付这样的一个战争的需求。不过那 Fox 就问呢，那台湾呢？我们现在要做啊，可能说你台湾又没有做无人机啊，你做无人机，你要大陆的中国的这个什么那个什么无人这个大疆对大疆无人机，它做的比你更好啊，你要更厉害。而且我还看到那个有个报告是说，在这几年2024年，他们的浙江大学他说他们有那个10台无人机，对，然后穿过竹林，对，还可以追踪一个目标，就是说那个目标穿过竹林躲他们，那10个无人机去追他。那我看了以后，你想那画面很可怕。你有看《卧虎藏龙》对不对？对，《卧虎藏龙》最可怕，为什么要经过那个竹林？因为竹林很细，它非常不容易侦测，而且竹林会飘，你到了那里面它会转来转去，所以你要侦测，你要判断，你要闪躲，那都是很难的。它居然中国在这个上面，居然浙江大学可以10台通过竹林，完全没有受到阻碍，甚至继续抓到那个目标，表示中国在这上面很强啊。对，其实我们在看，其实我们也很担心。第一个是我们去看去年的这个阅兵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展现出他们非常多的这种无人载具，不管是无人机啊，或者是潜艇等等的东西，你都觉得哦，其实他们有在做，也考虑得很认真，正在进行。那你看到他们的这个 CCTV 的军武频道，你会看到说他们在做蜂群的打击，就是它很像有一台这个卡车里面的一个集束箱里面可能会有50、80、100台这样子的无人机，
它可以蜂群的去攻击敌人。那这个都已经在他们的一些展示肌肉的场合里面，我们都看得到。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另外一个机器人的部分。我们去年呢，他们在讲这种人形机器人。那人形机器人去年我们看它就是可能马拉松的时候可能会跌倒啊，可能跑速是1个多小时啊。可是到今年的时候，再次办马拉松的时候，你看到哇，他们的这个跑速变很快了。那这个也在春晚里面这样子这个舞龙舞狮在那跳舞，还有翻跟斗，就翻跟斗等等，你可以知道说他们的迭代，尤其在深圳这种硬体的迭代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了。我看了非常多的西方的媒体，他们跑去了深圳看，他们说其实跟美国是不一样，因为美国没有这个能量，没有这样子的聚落，就是它很像台湾的竹科一样，就是所有的供应链都在一起。那我今天要拿什么样的材料，我可能在方圆100里里面立刻随抠随到，然后可以找到供应商，那就不断的往前推进。美国几乎是没有这样的地方，虽然美国现在还有很多人正在不管是在加州或者在德州做类似的聚落，但本质上可能距离中国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忽视中国在这部分可能的努力跟威胁。所以中国有，我们起码应该也要有。假设今天美国在无人机或者是这些先进 AI 无人机加起来的能力是个大学生的程度，那我们必须假设中共也是在比如说可能是高中生，那台湾呢？台湾也许可能就只有国中生，甚至可能只有国小6年级的程度，那我们必定得要急起直追。因为刚刚讲的，现在中国他现在在下饺子船舰下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你说他要有巡洋舰，当然我一直怀疑，我一直对他的空母舰的能力感到质疑啦。对，而毕竟他也做出来了啦。对，同意。可是你不要忽略他的飞弹驱逐舰其实是越来越成熟，那他的这个护卫舰其实也越来越成熟。然后呢，这个火箭以后，刚刚讲的他的火箭，刚刚讲他这个快速生产，而且他现在精准打击的这个精准度其实也越来越够。就是说，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连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报告是这样，他打第1集的时候，他一定是蜂群战术，他的无人机一定是全部过来，所以。你台湾面对这样的状况，你是真的只有用无人机、用大量的无人舰，你才有办法抵挡了中国的第1级攻击吗？对，我觉得这是接下来的概念，我们可能要有高低配，也就是说高级的要有这个入门的也要。我不觉得说我们有很 luxury 能够去选择说什么要什么我们不要，应该是说我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们全都要，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不管是我们自己开发、技转，或者是跟人家买，这些所有 solution， 我们都必须要被考虑在里面。那尽管说，台湾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限制，我其实也有看到日本也有类似的限制，韩国类似有，比如说这个因为枪械弹药管制法，或者是其他的法令都有去限制说你假设我今天要试着要去让它炸个东西，台湾是没办法炸的，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不行的事情被管制，所以这可能都需要在相对应的法律上，在某些地区上面能够松绑，才有办法让这些相关的技术或装备能够被尝试或使用。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多需要思维上面的改变。局长，刚软，对，宝驹哥有没有觉得每一次像你刚录影，有些话没说过瘾、没说完的？因为有些东西电视上不好说的。那就4月30星期4见喽，中午12点，我们开直播讲聊天室见。你可以发问问题，温馨提醒，太简单的我们不会回答哦。那我们看也提到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处长古立言，他也特别提到说，台湾居然是美国本土以外唯一可以做无人机认证的。那等于说在无人机上面，刚刚讲美国现在不是急着要卖爱国者飞弹，卖你很多的这个火炮去抵挡，美国现在最急的其实是台湾要去建构它的无人机产业链。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为什么一定要建构台湾无人机的产业链，是因为你面对中国未来排山倒海的这个所谓的攻击的时候，你现在买再多的这个爱国者飞弹，你买再多的所谓的这个船舰，你买再多的东西，你可能都有打完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台湾生产。那现在的问题是说，那台湾有这样的能力吗？还是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东西是对民党没有信心，对这个国家的财没信心？那我就觉得说，那我把这个都给你，你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的？不然你看到现在有很多风电的弊案，大家听了会怕。台湾真的有能力去搞无人机吗？这应该是这几天的新闻，就是说，2026年第一季出口的无人机已经到达了，好像是13万还是14万台。
那这个应该就是刚刚稍早宝杰哥讲，就是出给不管是波兰或者是捷克这部分。对。那这个其实我们正在做，也正在提升产量，但13万其实以严格来讲，其实也不是很多啦，也不是很多啦。那这代表说，的确台湾已经有厂商在做了，然后也是外销的。那它只是民用，它可能装个炸弹，它就可以上战场的。那只是说我们但需要更多，我也会看到很多批评在讲说，现在某些厂商做出来都还是很垃圾不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不会 day one 所有人就有办法掌握一切，或把所有事情都做好。那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是百家争鸣的状态，有很多家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有几家能够真的通过所有的考验，然后最后能够变成大量制造，就跟乌俄战场一样嘛。它其实是欢迎全世界各式各样的无人载具都去那边做挑战，然后他们来做试验，然后真的做得到战场上面试验之后，就可以大量生产，这有帮助嘛？那这个都是个过程。好，我问到帕尔马，拉奇他也有来到台湾，对。他来台湾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他认为台湾是最有能力，就是这些国家里面，对，我们最有能力生产无人机的国家。因为很多人讲无人机其实就是一个 iPhone 飞到天上去，对。所以然后跟他讲，你包括你的晶片，包括你的这个电子传输，包括你这个赖达，包括还有你连玻璃纤维，台湾都有能力做。对，所以就是说从你的材料，外装那个外壳，你的这个所谓的大脑。你的联通、指挥联通，我们台湾都有。对，所以台湾是一个是有能力做这个东西的。对，因为我们也看到乌克兰这边，他们过去呢，可能大家都是用比较中低阶的这种半导体或者是晶片来做导航等等的事情。那现在接下来呢，就是越来越用高阶的，其实哪里生产最多？台湾必岛必国，我们是最多有这个大脑，台积电就在我们这边嘛，所以我们的确是最有资格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这些所有相关的刚刚讲自行车，它有它的这些材料可以拿来做，就玻璃纤维，拿来做碳纤维，拿来做无人机。那他说这个是很典型的可以民用转军用的很好的一个例子，也可以打开新的市场，尤其自行车可能最近是。状况可能不好，那这就是一个新的出路。所以，但泡沫其实不只是在台湾讲这句话啦，其实他也在日本，他在韩国也都会讲类似的话，因为他们在日本跟这些比如说 Mitsubishi 这些传统的重工业有合作。那在韩国，其实他跟韩华这一段，他除了台湾之外，有6、7个类似的地方都展开类似的合作。那但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在美国自己他也。成立他在俄亥俄州的或者在哪一个州里面，其实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工厂1号，占地非常的大，他就甚至他的这个厂房就放在以前一个旧的空军基地旁边，他占地非常的广大，他就是想要做所有人的军工厂，那他可以大量制造，那所以这不只是台湾，就是台湾、韩国、日本、澳洲、美国本土都是他要重振这些制造的地方。那我们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也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乌克兰的战场现在出了一款新的无人机。那你知道我们这无人机里面，你是现在乌克兰最多的无人机是后面有个光纤，那有的是你要透过 GPS 的这个定位，或者我要有一个讯号，反正我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不断的引导你。然后呢，所以你去反制无人机最好的方式什么？干扰。当我干扰你，我把你的断讯之后，我就可以等于说让你这个无人机失联。那无人机失联了以后呢，那你就无人机没有作用嘛。可是他说乌克兰这个无人机非常可怕，怎么可怕呢？我已经断讯的，我已经用我所有的能力电子干扰了，我已经所有的阻拦的。他说没差，你把他的所有的讯号阻拦了以后，他自己会寻目标，也就是他变成一个标准的 AI 无人机，也就是我已经基本，所以很多人讲说那已经一定是用到台湾的3奈米，至少是5奈米，一定是3奈米的那个你才有办法做。现场 AI 的判断，那后来另外我们开始知道说，原来台湾我们跟这个波兰，我们跟这乌克兰也签了一个共同的这个所谓的协定，有代表说，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已经，你刚才讲，我们无人机表上是进到波兰，其实我们是进到波兰以后，我们进到乌克兰，进到乌克兰了以后呢，现在乌克兰所有的战场状况，因为我们知道战场情资跟战场图资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乌克兰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台湾都会收到。那台湾知道你这款好不好用，或者这款怎么样，我们又可以处理。所以我们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在无人机的刚刚讲在讯号啦控制上面，我们已经跟乌克兰的战场做一个连接了。对，实际上在实战经验上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也透过很多这个可能侧面的资料会知道说，哎，中共可能在俄罗斯战场或者是在伊朗战场，他们也是可能默默的协助，默默的收集资料，但到底实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去参与这些前线的情资的收集，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说这些光纤，这些光纤它其实就可以不受到干扰，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用有点像线控的方式。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盾羽毛不断的一个攻防跟改善，因为它就是用干扰，我可能接下来用电波，我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最终的解法，就好像剪刀石头布，你出什么出另外一招过去。但刚刚宝杰哥刚刚讲的就是说 AI 它用自己原本已经选好的目标，在没有任何不管是 GPS 或其他导引的状况下，它透过地形地貌等等的方式去搜寻打击到它原本要打击的目标，这其实真的是最新型的科技的代表。对，也就是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题目之后，我们当然做了很多的研究。做了研究里面，其实我们都相信，在整个科技代差里面，美国还是完全碾压中国。特别是在你的这个所谓的太空军，你在这个网络部队，你在这个所谓委内瑞拉，你在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你非常清楚，就是说那个是代差是有的。可是我们只有担心一件事情是中国的大量生产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美国能够崛起，不是说它一开始的科技是赢了德国，是因为它去征召了福特公司，征召那些大型公司，包括的通用公司，他们是一天可以造一天造一个坦克，一个礼拜可以造一个战舰、航空母舰，他们是用这种能量，然后才去取得他们在整个战场优势。现在担心的中国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有生产力？但是我后来看到有一个美国，但我们也不要这么害怕自己了，因为毕竟在这个美国阵营里面。美国的国家情报，应该讲他的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这个所谓的参众两院这个听证会，我觉得那个真的讲得好好听。他说美国现在居然已经把中国他的所有的参数，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对，那他说为什么他们今天到了中国去，到了这个伊朗的战场上，中国的武器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说因为我都知道你的参数了，而且他的东西比较慢。所以我知道我在怎么样去攻击你。他说，你的荧幕里面你会出现假讯号，你以为东西来了，其实飞机来了，其实没有，或者是飞机从你前面来了，没有，我的飞机从你后面来了。而且我觉得他讲得更清楚的是说，因为它是等于说是逆向工程，因为你逆向工程我就照抄，所以中国的武器都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不知道，因为你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就不可以从根本去改造，你只能去复制去仿效。复制仿效的过程里面，所以我都知道你会漏掉什么东西，所以他讲得很妙，就是说他曾经甚至中国他们也有无人机队，对，他说他们让一个无人机队整个掉头回去，我觉得如果让那个无人机掉头回去很有趣，是说我可以让你掉回去，对，那我有没有可能让你掉头回去再攻击你？是，所以其实在这种我觉得在这个无人，你刚刚讲的这个它的这个网络司令部跟太空司令部，美国这几年来特别在软体。特别你的这个笔电上面的 Palantir， 对不对？他们真的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极大的优势。对，因为但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无人机的，我们当然都觉得它进步可能会非常快，但这中间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洞。最根本的，其实我们在讲，中国其实它有很严重的贪腐问题。对，我们刚刚讲，我们甚至不知道它的火箭里面是不是掺水啊，它的这些军武们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如我们预期里面的 work？ 就像宝杰讲，它其实有很多洞，它其实搞不好已经被骇客。满都，尤其日前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大量的资料被外泄了，那整个参数所有的资料都已经被卖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他们的天河1号，本来是在天津的那个电子运算中心里面，居然是几个 TB 的全部都被拿出来了。对，你说美国没有拿到，我个人是不相信的啦。那所以看一看之后，他们就会知道更了解对方的长相了。所以。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在 AI 的模型上，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在讲字节跳动出来的一个，应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之类的，他们就在讲说，其实这里面就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来，这里面有很多类似 AI， 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了 AI， 我们只是把它蒸馏出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细节。那这个其实这细节可能是这代差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实际上 AI 模型呢，其实并没有在拉近距离，可能慢慢的在拉
拉大距离，然后再来是刚这个 NVIDIA 这些硬体的算力等等，这也是让中美会拉大距离的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有好多的这个方面，其实是也许我们又可能不需要那么担心，但是它的确都有这些缺点。所以台湾这边就跟他讲的，为什么我会对最近的军购里面特别挡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生产，我会觉得非常的火大。对，刚才讲。其实现在重点在这嘛，就是说我要不要买爱国者飞弹，当然要买嘛。是，那我要买 MIA2 的这个的战车，我该买嘛。但是美国现在也愿卖嘛。那你现在重点不是买这个美国要给我的武器嘛？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你中间我不能让台湾出现空窗期嘛。那台湾必须要有长期自主的部分。如果我的无人机产业链可以建构，那我可以在这边等于说，我可以在水下我可以设置10几甚至上百的无人舰，那根本就神出鬼没。我的空中可能是数千上万的无人机，而且那些不会有人命的问题，它的成本也相对来低，那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也非常的高。甚至刚刚讲，它不但是盾，它也可能是矛。我不但是等于说自我防卫，我也可以作为一个主动进攻的部分。所以在谈这个部分，而且台湾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对，而且美国愿意给你材料。不，以前我们最讨厌美国就是他都留一手，东长西长，他都留一手，他都不给你。那美国好不容易这次愿意把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技术，把软体，把很多东西给你，就你台湾居然还在那边扭扭捏捏阻挡这，我觉得他不是扭扭捏捏，他是根本在帮中国在解决这，因为中国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很简单嘛，中国对爱国者飞弹觉得是问题，你对你的雄三是问题，你对什么是问题？可是对中国来讲，他现在要去处理的问题是你无人机问题嘛，所以你台湾只要你无人机产业链没有建构好，中国就可以去建构它攻台的时间点。那它只要攻台时间点建构的时间点确定了，你台湾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产业链，你没有办法大量生产无人机，那你只有8天的存活时间。对，你过了8天，你就是空窗的；过了8天，你就不知道你的明天是什么了。那中国是一个100年来计算它国家时间的人，那你就把台湾，我火大的是说，你就把台湾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不相信马文君不知道。我不相信国民党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硬干到底，他们硬干到底是这种态度跟存心，我觉得我无法理解。对，这就像宝杰刚刚说，他们肯定就知道这件事情，开始在阻挡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懂啊。对，Pomolaki 也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其实就是要把8天拉长到80天，对啊，到800天，是啊，让这件事情变得困难。那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有安全的的机会。对，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理解下一场战争我们要面对的思维是什么。我们要有 F-35，我们要有爱国者飞弹，我们要有最新的坦克，我们要 F-16V， 这个都要。但是无人的我们不能小看它，也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全世界乌俄战争以来、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到的绝对趋势。我们不能输在下一场战争。对，你就看到连伊朗这样的国家，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对，他都有无人机，他都就对美国造成威胁，他可以放一堆水雷造成海峡的困扰。对，那我们更应该放更多的水雷造成更多人的困扰。那如果伊朗他今天这样，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很妙，就是说你拿伊朗战争，对，然后就讲美国很糟，对对。可是你应该从伊朗战争看到说，一个伊朗这样的国家，你如果拥有了无人机，你拥有了水雷，你拥有了布雷设施，你就会对美国造成这么大困扰。那如果是台湾，我不是会对中国造成更大困扰吗？没错，就是我们这个设身处地来想，伊朗都可以造成美国这么大的麻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办法造成更大的损害跟麻烦？让他们思考说，哇，连美国人都这样灰头土脸，如果是这个思维的话，对啊，美国人都这样灰头土脸的话，那是不是要打过来之前会更灰头土脸？所以你现在要学伊朗，就是你真的要去搞无人机，用那种以小博大，搞到你这种鸡飞狗跳，你而不是说你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战争行为来去想象这件事情啊。对，所以AI 化、大量化、便宜化，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注重的事情。是，还有那个，我觉得说，其实最后就谈到这本书，我其实看你这本书，看到那个拉奇的生长过程。对，其实我对美国，我有看过这个贾伯斯传，对，我有看过这个比尔盖茨传。你看他们很可怕的是说，比尔盖茨开始要做的时候，他是一个国中国高中生，湖州中学吧，湖滨中学，对。他就可以有资源啊，那个就美国中产阶级，哇，真的很棒。然后贾伯斯他要开始搞电脑，然后呢，他的 Fox 就可以有，他就是开始去买东西、买零件，然后他甚至可以去寄信给这个 HP， 打电话给 HP 的老板， HP 老板就给他了东西。对，我就觉得说，其实台湾也是这样。
你台湾也是我要什么有什么，就说一个国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写一个东西很妙，他说美国是有能力0到1的国家，就是说他什么都没有，应该这样的，这个东西不存在。可是以美国的环境，美国人的那个这个土壤，他的这个在自己的车库里面研发的这种态度，那他甚至你自己在家，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自己家搞一个爆炸不是什么了不起，在中国就是大事情了，所以他可以做到0到1。可是中国是做1到100，你给他偷学一个，他可以很快的复制到100，这是这2个国家很大的一个差别。那这样很大的差别里面，刚刚讲到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比较有趣是0到1的这个 know how， 我要把你挡掉了，我不要让你知道为什么有0到1。对，那让你不知道0到1的时候，两边的差距就是开始慢慢拉大。其实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对我们的安全就是，当这个差距拉得越久，拉得越大，我觉得对台湾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对，因为其实有另外一本书叫《苹果在中国》，对，就是在讲苹果制造业把他们的制造完全移到中国去，就是苹果最聪明的人，这个 Johnny Ive 或者是其他设计师，把他们打造的精心打造好的原型，苹果的 iPhone 原型做好之后拿去来制造，拿去了中国。那然后呢，这些工程师手把手的教中国如何做这些东西，甚至买好所有的机器给你们做。那里面提到说，原来美国就是苹果在中国投资了70亿美金，对，就是你所有的机台都是苹果买的，对，然后去建构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对，有这样的供应链，那其实应该讲那是苹果、鸿海我们的还有台商们去建构出来的，对，所以等于是说中国这个制造能量是由美国去扶植出来的。那也造成了美国自己制造产业的空洞化，对，所以这应该是这30-40年的事情。所以美国人现在要重振这件事情，美国人因为了过去10年或甚至乌俄战争，意识到说，哇，原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无法快速大量制造这些武器是一个硬伤啊。对，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觉得乌俄战争某种程度上启发了美国或保护了台湾，因为让美国人知道说，哇，我们有这么多缺点，对，我们现在要开始改进。因为刚刚讲的，你的生产能力你就差别非常大的。我很喜欢那个弗里曼，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跟他女儿的对话。他跟他女儿讲，他说，30年前我们叫小孩子说你要好好吃你的饭，他的说法是说你要好好把你的饭吃掉。你知道中国的小孩现在没饭吃吗？然后他现在的说法是说，你现在赶快把你的饭吃掉，你知道你不吃掉，中国的小孩子把你的饭碗抢走。然后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他住在华盛顿，他说华盛顿的哪一个地铁的那个电扶梯，他已经坏了2年多了，没有修好。可你知道，在这个电扶梯坏掉的过程里面，北京的首都机场已经盖好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生产能力的这种拉大，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现在是产生一个很大的心理威胁。对他们，我现在看到他们说他们会在矽谷的北面做一个类似这种制造业的中心。我看了一看，我觉得他就想复制竹科，或者是像深圳，他希望是一站式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然后是你看起来，但是那个地方看起来很漂亮，就像是美化版的这个新竹园区，你就觉得哇，美国人现在其实我另外看到一个报道，在德州的一个。类似沙漠地区，有一些疯狂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希望把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美国人真的现在在意识到，他们叫做再工业化，那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之一了。所以我们不能，其实美国从2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动员的能量，但是当他们认真的动员起来的时候，去让刚刚讲福特。这些通用这些公司开始动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是不得了。但现在就是冷启动，那再多给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不同样的美国，不一样的。也许好，那放到最后一面，就是你在这个书本一开始讲说，其实他们出了一个矽谷的毛病，就是我们不要跟战争，我们不要跟 no evil，就是我不要跟任何邪恶的那个东西。然后当然是 Google 啦，包括他们都有问题。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在慢慢在改变嘛，也就是说。因为你一开始讲，矽谷本来就跟美国军工产业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美国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晶片，美国开始他开始要用晶片去这个装在飞弹上，就是他们越战上面的一个经历。那现在他们在美国这个部分，他们矽谷现在跟美国国防工业的整合会越来越密切了。
对，在10年代左右，其实很多的这些矽谷公司，他们其实就像苹果啊、像 Google， 他们都想进中国市场。所以第一个是他们必须要切割，说我们跟政府无关，我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那这个是为了赚钱，这是为了赚钱，这是为了赚钱的部分。第二个是在早期的员工里面，其实在网络上使用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爱好自由、反对战争的，所以他们对于公司沾上的这些军武的元素。比如说 Google 说我需要做国防部的标案，或 AWS、Amazon 他们要用让国防部使用他们的基础建设，都是被反对的，员工们都会出来抗议，联署信等等的。那这其实本质上在于2010到2020年左右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他们有去看过这些员工的捐款的捐献名单，其实可能90%都捐给民主党，对，只有可能10% 是给共和党。所以当川普上任之后，其实矽谷是非常无法接受这整件事情的。那这一件事情，也造成了 Palmer Luckey 他必须离开 Meta。我在书中里面会有提到这件事情。那到了现在，这转捩点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乌俄战争。他们发现了，其实独裁者其实还真的是存在的，并不是一个虚拟出来的，就战争还存在，战争是存在的。他们现在最喜欢用的一个中土的比喻是说，哈比人之所以能够在夏尔这个安居乐业，并不是说并没有这个魔王大军在那边，而是真的有人类帝国这个精灵帝国在前面挡着，并不是刚果人在打在守着，所以并不是说战事没有在发生。那到了2021年之后，大家发觉真的在打。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看，Meta 现在跟 Anduril 在开发这一种战场的单兵的眼镜、头盔眼镜，然后呢，这个 Google 或者是Palantir 现在就是专门的在做这些所有战场的 AI 的工具，那这个也是已经在发生。那 Google 或者是 Amazon 他们也都可以让军事这个国防部的案子进来了。那这个代表他们整个风向都已经在改变了。就像 Anthropic 他其实也不是反对我跟国防部合作，对，他只是有2个底线，对，而且他其实这个2个底线是我对 AI 的不信任，对，其实等于说现在看起来的话，像美国的这个科技界，美国的矽谷，现在是跟美国的国防部他们的这种合作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我觉得你对他们的股市也很有趣，他们现在股市也大涨很多吗？对，因为这整个是 AI 热潮的关系了。那我个人现在非常的相信，就是第一个是其实台湾已经受惠非常的多，我觉得听众们观众们其实都非常的都可能研究比我更好。就第一个帝国卫星太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就是要重回月球，在月球上面做基地，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事情。那接下来有非常多相关的产业都会受惠，包含了台湾非常多的硬体产业。那第二个其实也是相关的，就是军武。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川普他说我要做一个这个黄金圆穹，也就是这个一个弹道防卫系统。对，那里面的得标者呢，除了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国防部大巨头们，这里面还包含了 SpaceX，因为卫星嘛，因为太空。然后那 Anduril 其实也有在类似的太空的专案里面有拿到钱。那 Anduril 跟 Palantir 也拿到这个黄金圆穹的合约，尤其是在软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Palantir 它是在处理战场战术这部分，然后呢，这个 Anduril 是做边缘运算，也就是无人机这些控管的部分，所以合在一起来做这整个的软体。那我个人对于这所有事情，就是太空、国防、AI，这是一体的。那这是一体的状况下，这些运算、这些算力的硬体来自于哪里？台湾。那对于软体，这些比如 Google 啊这些巨头之外，另外一个很值得投资的标的是台湾相关所有受惠的产业。所以台湾现在等于说我们纳入了美国这个系统，是越来越密切。对，反而不只是细盾，而是我们整个硬体对于整个不只是美国，对整个世界的所有这些供应链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好，因为我自己过去我也当然在战争想象我有很大的缺点，就是一开始讲的，我讲战争我想就是船坚炮利嘛，那你要保护台湾的安全，我们就多买几盖或者飞弹。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雄三飞弹，我们也有这个什么那个天弓飞弹，那我们的台湾的安全应该保护得了啊。可是看到这本书里面，在看到了最近包括这个所谓的兵推，你面对的是中国，中国是一个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你就算挡住它的第一波挡住它的第二波，它是有那个能力源源不绝将它的武器、将它的弹药送到前线。所以台湾要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敌人，你的底气不只是说我要跟美国买很多飞弹，那个库存总是有限。台湾有没有办法
去建构我们的生产链。你要注意哦，这不是现在讲的哦。其实从蒋介石开始到蒋经国开始，他们当时要去保卫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中科院？为什么我们有什么的兵工厂？我们当时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想想法，就是台湾一定要建构自己的军工产业，台湾一定要有在这个土地上面，我们要有生产保护自己的武器。当台湾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台湾的安全才能够获得保障。所以谢谢法克斯来接我们讨论，谢谢，谢谢宝杰哥，谢谢各位观众。非常谢谢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他小小心意，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然后呢，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说，走对方向，走正确的路，比什么都还重要。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他说你深有同感，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那我们也看到了，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台湾的往前走，我们要相信台湾。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55里面，你特别就感谢，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另外就是这个蓝静，你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他是一个退休人士，支持台湾，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另外就是这个 Boy K， 然后呢，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那就宋国成宋老师。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谢谢明老师，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我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谢谢。